400万机器人大军毁灭世界，就算奇遇来也得头疼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麒麟。万众期待的一拳原作版终于有更新了，万老师2年不更，一更就是连更4话，真不愧是兴趣使然。那么本期我们接着来讲最新话第145话。上回说到，成千上万的机器人大军欲要毁灭城市，众多英雄纷纷赶来支援。相比于老牌英雄的艰难苦战，穿着作战服的 Neo 成员对付机器人倒是轻松得很。但此次袭击事件规模庞大，不是靠几支英雄小队就能应付的，已经受到上头的高度重视。遭到袭击的城市都快要在地图上被抹除了，英雄协会哪里还坐得住？第一时间被派出手下英雄赶去了，但一到现场通讯就出问题，各地区的战况暂时还不清楚。隔壁的 New Heroes 也没闲着，派出支援小队的同时，也在调查迷之机器军团背后的黑手。Neo 总部看着现场传回来的恐怖场面，马考伊都给惊出了一身冷汗，问到同事英雄协会是什么反应。同事回应道，英雄协会那边除了 S 级之外的平均性能都落后他们Neo一大截，就算抵达现场也只能是炮灰罢了。一听这话，曾出身于英雄协会的马考伊也是于心不忍，结巴地问道，那个咱们可以现在就给他们提供武装吗？只要穿身作战服，像Neo无证骑士那样心理素质强大的英雄也能有所发挥，不是吗？然而同事却回应道，他们已经多次呼吁英雄们跳槽了，Neo没有义务再耗费资源去照顾留在那边的人。马考伊脸色颇为尴尬，其中一名同事提醒道，马考伊先生，你如今可是Neo的干部，请不要把上一个职场的私情带入工作。马考伊赶紧点了点头，不过又问道，超合金黑光目前还没办法出门战斗吗？那要不让金属球棒出动吧？同事应道，金属球棒目前还在怀疑Neo的方针，上头的意思是将信任关系不足的人投入战斗，风险太大。那童弟呢？同事的回应是，童弟还是个孩子，掌控起来也不容易。据调查得出，最初的攻击是发生在 X 市，上午5点41分，平流层出现了一具具备隐匿技术的大型无人机，向城市里投入了1500台以上的机器人。这些机器人仅用了11秒就破坏了 X 的准英雄团体佣兵派遣公司，紧跟而来，英雄协会的支援也遭到全灭。再之后是Neo的成员赶到，双方开始交火。另一座城市 M 市更为恐怖，上午6点2分出现了超过3000台机器人，他们袭击了传闻被 S 英雄 King 震动买下的警卫大楼，但本人并不在那里，接着便是对城市进行大肆破坏。上午6点29分，各市的损失急剧扩大，Neo对手下在职人员发出紧急召集命令。6点37分，以警察组织为首的主要防灾治安机关失去联系，Neo开始投入作战，派出领袖代理的小队前往各市进行支援。英雄协会在慌乱中也派出了首领英雄，但由于战力差距过大，以及这场史无前例最大灾害范围的袭击，导致协会应对速度大幅落后。看着惨烈的状况，童弟脸色也不太好看，手里一刻不停地敲击着，正对机器人进行强制连接。很快他便找到了机体的信号识别表，还好这些机器人是人造的而非自然产生的，其背后就一定有邪恶势力在操纵。只要他跟着在补习班整理的机器人生产资料库对照一下，说不定便能找出其幕后黑手。然而话音刚落，童弟便傻眼了，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调查结果，被震惊到久久说不出话来。这时身后传来Neo职员的声音，询问童弟不去参战吗？手下童弟班200队员已经准备好了。童弟难以掩饰那震惊之色，过了许久才回应道，他准备一下。那人还想说些什么，被童弟打断道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不想和大人说话，我很清楚自己的职责，你们不用担心，我会好好做个了断。画面一转，来到受灾城市一边，一堆机器人正在肆意破坏。突然间，从街头冒出一队Neo成员来，很快就和机器人扭打到一块儿。正是领袖水龙带领的水龙班。水龙倒是悠闲地站在一旁观战，让小弟们注意安全。有小弟问道，那水龙队长去干嘛呢？水龙愣了片刻，回应道，我去联络英雄协会。小弟疑惑道，没必要去找他们协助吧？我并不是要向他们求助，而是想以Neo的立场让他们不要过来。你觉得英雄协会里有多少人能以肉身参与这种级别的战斗？当然除了 S 级英雄。其实水龙的顾虑更多的是担心他的妹妹水虎，心想着爱赖床的妹妹这个点应该还在睡吧，今天这种情况就别出任务了。另外他有不少对战大量敌人的经验，一般这种情况敌人老大通常都躲在后面观察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水龙话音刚落，就从后边杀出一只怪人来，目标直指水龙。然而下一秒就被水龙轻描淡写的用冥体盲蛇拳给干掉了。回头冲小弟们说道，你们也别太深入哦，就算穿着战斗服也是没办法战胜真正的强敌，要是碰到打不过的就来叫我。虽然事态非比寻常，但Neo应该还能应付，庆幸我们有着强力装备和人力吧，别让英雄协会掺和进来了，就靠我们自己解决吧。与此同时，
如水龙所言，水虎戴着个眼罩，正美美的睡着懒觉。叮的7点闹钟已经响了，在耳边叮铃铃的响着，但似乎一点也不影响那轻微的呼噜声。直到广播里传来让英雄们紧急集合的指令。目前在英雄协会本部的英雄收到广播后都赶来做正式集合。住在本部的 A 级英雄有8个， B 级13个， C 级32个，其中也包括水虎。没错，偌大的英雄协会本部如今就只有这点英雄。刚睡醒还懵着的水虎问起要被派去执行啥任务呢？得到的回应是敌人入侵，他们要守住英雄协会。此刻的英雄协会总部外边已经被机器人军团包围了，数量大约在400万台，甚至还在不断增加。协会的防卫系统正在迎战，一旦被突破，就只剩下他们几十个英雄能作战了。看这情况，应该撑不到1个小时，这根本就是个死局，想逃也逃不出去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强阴叹了口气，转身就要离开。索尼蛤蟆问他要去干嘛，他回应道：“该去喂饲料了。”对于这个情况，黑青早有预料。在这场和种类丰富的某个东西争夺生存权的竞争中，人类正面临着死亡的殊死战。某个东西耗费了漫长岁月做准备，如今打算一鼓作气分出胜负，争夺整个世界。一开始就以人类无法反应的庞大数量做出没有交涉余地的破坏，做法的确是有效的，并且很冷静地把首要目标设为了英雄协会，而不是 New Heroes， 这一点也很聪明。比起平均战力更高的优等生，优先处理不确定因素的留级生，更容易掌控整个战局。虽然以他和波奇的生命力，怎么也能活下来，但这些家伙怕是死定了。黑金的想法，强阴当然不知道，在他眼里，这只是2只宠物罢了。身处这个绝望境地，他能做的就是让他们最后再饱餐一顿了。在强阴心里，他们这帮人或许没有活路，但如果是奇遇和不露2个人能成为2个英雄团体间的桥梁，或许就能构筑出崭新的英雄时代。奇遇，布鲁想要和你商量让2个组织合作的事。当我把这件事告诉你时，你正在和波奇散步。虽然你当时正因为装狗大便的袋子破了个洞而惊慌失措，但我相信你有好好把我的话听进去。之后就交给你了，奇遇。与此同时，在某个受难城市里，布鲁因为听从腹肌大人的预言，一早就在巡逻。从机器人入侵开始，就一刻不停地在战斗。这时，耳朵里传来尼欧的声音：“布鲁，你的呼吸心跳已经不稳定了，还好吗？放轻松一点，幸好有腹肌大人的预言，你才能及时应对。虽然灾害规模超乎想象，但我们尼欧肯定能消灭这些敌人的。”布鲁摇晃着身子回应道：“我不是因为敌人的数量或是实力动摇，而是眼前的惨状。无论走到哪里，所过之处都是被战火包围的景象。”一股深深的无力感涌上心头，但也再次坚定了他的决心。果然，靠英雄拯救世界根本就是痴人说梦。想要让百姓回归生活并修复这些城市，就必须团结所有人。我还要继续战斗下去，你们赶紧找出背后的操控者。尼欧的人还想让布鲁先回来休息休息，一有幕后黑手的消息，立马就派他出战。但布鲁心意已决，就连这种情况下，他老爸爆破都不肯出面，那他就必须要站出来，为了人类而战。而同一时间，一早便开始行动的杰诺斯已经来到了城外的一栋私人建筑外，这里便是驱动骑士所说波佛伊博士3个据点中的一个。刚靠近这里就有高能的反应，看样子已经发现他了。正如驱动骑士所言， S 级的战斗一旦开始，直到分出胜负都不会结束。杰诺斯头也不回地走了进去，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，他是不会停下脚步的。好了，到这里就是《异拳原作版》第145话的全部内容了。间隔2年的剧情终于逐渐进入了高潮，数以百万计的机器人大军包围了整个英雄协会，这架势是真够恐怖的。很多忘了剧情的小伙伴可能会疑惑，为啥协会就剩这点英雄了？ S 英雄都跑哪儿去了？这里请令大家简单回顾一下。幕后黑手显然是找准了时机才动手的。此刻的龙卷去处理曾抓他做研究的超能力组织天道去了，闪光 Flash 去应战曾经忍村时期的敌对组织废界之众去了，诸神在2层待命，但因为缺乏机动性和团战能力，很难起到作用。原子武士因为被 King 的苹果战打击到，带着弟子修炼去了。金属骑士冲童弟那决意做个了断的神情来看，幕后黑手的嫌疑又重了一分，但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。警犬侠当然是守在 Q 市了，目前也没有 Q 市遭到袭击的消息。King 在家锻炼肌肉呢，僵尸男在进化之家和独角仙进行特训，邦古退休当老师傅去了，超合金黑光缺乏自信，不会外出作战。金属球棒本话也提到了，在 Neo 总部软禁着呢。剩下的背心尊者和性感囚犯就不用说了，对战局也起不了多大作用，一个在苦战机器人，一个暂时没有消息。最后还有告诉了杰诺斯，金属骑士是幕后黑手的驱动骑士，目前没有动静，这里就很奇怪了。金属骑士要是幕后黑手，既然已经在毁灭世界了，那他设计的防卫系统干嘛不直接撤销呢？还在那帮忙抵挡机器人？
还有黑金所说的某个东西正在和人类争夺生存权。这里启灵大的猜测，难道是驱动骑士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？他那么了解金属骑士的毁灭机器人，并直白地告诉了杰诺斯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或许就是当年的毁灭机器人呢？被金属骑士制造后，诞生了自己的意识，或被其他某个东西侵占，之后花费了数十年来谋划这场机器人造反事件，顺带蛊惑杰诺斯去监视老东家金属骑士呢？又因为他本身就是出自金属骑士的手笔，所以造出的机器人在童弟看来是金属骑士所为，又顺理成章的嫁祸给了老东家。当然，以上都是启灵的个人猜测。总的来说，幕后黑手是抓住了 S 级主战力都不在的节骨眼，想要直接摧毁英雄协会和人类城市。照这个数量和规模来看，恐怕就算是奇遇也分身乏术了。毕竟敌人也不会站一块给你一拳轰掉，分布在各个城市里搞破坏的机器人，想要处理还真得如强硬所说，联合2个英雄协会，让所有人团结起来才是处理问题的关键。好了，也不知道下一话更新又是啥时候去了。不过照这个势头来看，万老生目前信得很足，指不定过几天又爆更了呢。那么喜欢一拳系列的，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。在麒麟主页还能找到一拳重置版的解说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见。